李元丰，几年不见，你竟已突破到化神后期，生死轮回。这玉简中记载着巨魔族魔夷神通的应对之法，是一尊魂幡。这并非尊魂幡主幡，这小子极有可能是我与朱雀子对弈的破局利器呀！巨魔族老祖，你在劫难逃。王林收起天地珠，遥望着雪域国的方向。李元丰，我王林来了。昔日的四派联盟，如今放眼望去，尽是白茫。李元丰作为雪域国唯一一个因变修士，常年在雪域国的冰雪神殿中闭关。自从上次被孙泰所伤之后，李元丰的伤势恢复得很是缓慢。他的四周放着数个巨大的冰块，散发着阵阵仙气，但以此疗伤对他来说还是不够。这2年中，李元丰多次派人去朱雀山联系红蝶，想要从他那里取回一些仙玉疗伤，但每次都被拒之门外。李元丰颇为不解，毕竟他的伤都是因为杀曾牛导致的，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红蝶。久而久之，李元丰心中对红蝶起了些许怨恨，他却不知如今的红蝶已经沦为他人炉鼎，再不是曾经耀眼的天之娇女。正在打坐的李元丰猛地睁开双眼，看向殿外。曾牛！李元丰双目猛地一缩，心中满是震惊。明明曾牛被他的意境所伤，但2年的时间，他不仅恢复了修为，还突破了化神中期，达到了后期。就在这时，3名年迈的老者出现在他们2人中间。大胆，敢闯我雪域国冰雪神殿！王林神色冰冷，脚步向前一踏，碎！整个大殿的一半都顿时坍塌，化为灰灰，消散一空。那3名老者脸色大变，身体也被一股大力震得不断后退。其中1名老者一脸的不可思议：“你莫非达到了阴变不成？”王林鸟都不鸟他们，直接冲向李元丰。3名老者身形一闪，试图阻拦王林。王林脚步一踏，一拳落在1名老者胸口上，老者喷出鲜血，瞬间气绝身亡。他的元神甚至都来不及离开身体，便被生生震碎。这便是本尊与分身融合后的力量，一个化神中期的修士一击便亡。其他2名老者被吓得立刻止步。李元丰见王林直奔自己，连忙双手掐诀，四周的巨冰顿时将他的身子包裹，形成防护。王林一拳解决一个冰块，巨大的冲击力使半座冰雪神殿彻底坍塌。李元丰在冰块碎裂的瞬间冲向半空。曾牛，今日你死定了！王林抬头看向半空中的李元丰，今日我要拿你炼魂。李元丰双手向前一指，一道巨大的茶痕疯狂落向王林。王林右手握拳，隔空将茶痕撞到崩溃。李元丰瞬间退后10多丈，脸上满是惊骇。他们2人的战斗已然引起了雪域国修士的注意。雪域国境内一共17个化神修士，迅速从4面8方赶来。对他们来说，李元丰是雪域国的宗主，有他在，雪域国便是5级。一旦他死了，雪域国短时间内无法再出现因变修士，等待他们的将是国级跌落之危。就在这些人拿出法宝正要攻击时，王林吐出一个滚字，这道声音好似春雷一般轰然炸响，此乃古神之声，古神的第一次全力怒吼。无数空间裂缝出现，一道道深不见底的沟壑瞬间撕裂。那些准备出手的化神修士一个个口吐鲜血，身形急速后退，他们的脸上满是惊骇，再也不敢出手。王林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他的分身与本尊融合后，产生了一种古往今来从未有过的变异。此刻的他可以说是一个拥有化神后期修为，掌握了生死意境的3星古神，也可以说是一个拥有3星古神肉身，掌握了生死意境的化神后期大神通修士。李元丰的脸上极其难看，他内心第一次将王林真正的当成了自己的对手。刚刚他那一字之威丝毫不弱于因变修士。曾牛，你我之战不要波及旁人。李元丰下令让雪域国的化神修士们退出万里之外，不得入内。他拿出一个手掌大小的黑皮小鼓，诡异的鼓声一响，王林就察觉到心脏的跳动被一股奇异之力牵引。他低吼一声，一拳轰击在小鼓之上，小鼓破碎后，李元丰身形暴退。
他盯着王林，口中吐出一道金光，金光瞬间化作一个高约10丈的冰雪巨人。李元丰的身形一动，消失其中。这巨人和当年红蝶用出的法宝几乎一模一样，只是个头略小一些。巨人轰的一声撞向王林，王林古神肉身只在与天道使者那一战中略有挫败，此刻他大笑一声，和巨人轰击在一起。三星古神的肉身极其强大，王林甚至感觉不到痛楚。反观李元丰化作的巨人，在每一拳后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细密的裂纹。李元丰，今日你必死！一块块碎冰落下，巨人彻底坍塌时，李元丰喷出一口鲜血，他嘶哑着声音大吼：曾牛，若非老夫受伤未愈，岂能让你如此羞辱？罢了，老夫拼了修为跌落，今日也要杀了你！应变修士的神通除了意境之外便是仙力，一片片晶莹剔透的茶叶出现。王林目光一闪，他之前便猜测应变修士应该可以让自己的意境实质化，如今猜测已然有了答案。王林找上李元丰这一战，除了报仇还有2个原因，一个是与应变修士战斗，让自己拥有更多体悟，为他自己突破应变做准备，还有一个就是那自称是司徒南断臂的线索。王林古神肉身内的元神散开，原本被李元丰封锁的天空好似被一双无形大手撕裂开一个缺口，一个占据了大半个天空的巨大生死轮回轴出现。王林身后，古神虚影头顶天，脚踏地，一把将画轴展开。这一幕让李元丰目瞪口呆，王林也没想到古神虚影和分身意境居然可以如此结合。他右手指向李元丰，一道灰气形成了一个天道使者般的半透明幻影。李元丰心中升起一股当年被酸太仙雷追杀般的危机感，他大喝一声：茶尽！一朵朵茶花出现，散发出阵阵奇异的香气，两者撞击在一起，幻影消散，茶痕也随之崩溃。李元丰四周的所有茶痕全部消散，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。同时，王林也感觉自己的元神一阵虚弱，天空上的画轴连同巨大的虚影也缓缓散去。李元丰身子一晃，喷出一口鲜血。你的意境居然已经达到了应变！他拿出一块仙力结晶，疯狂吸收，同时他将体内全部的仙力调动，一股庞大的威压宣泄。王林拿出魂幡和镜幡，远远看去，他的四周完全被旋转的黑雾笼罩。李元丰双手掐诀，一个个带着仙力的冰球出现。曾牛，受死！王林的身体在冰球们的轰击下，在地面上砸出一个深坑。应变神通果然玄妙，只是你这冰球内蕴含的仙力实在太少。李元丰看着从深坑中飘出的王林，脸色十分难看。他一拍储物袋，当年幻化出司徒南之人的法宝出现。李元丰双手掐诀，一口鲜血落在铜钟之上，两只散发出黑雾的干枯手臂出现。这2个铜钟可以说是李元丰最后的法宝，他自多年前得到后就一直以元神祭炼，如今已然能够操控自如。2个由黑雾组成的人影冲向王林，王林目光一闪，当初他未与本尊融合都不惧这黑影断臂，如今更是不将其放在眼中。王林双手掐诀，2道灵力化作铁链将断臂封锁住，而后镜幡和魂幡飞出，分别落在断臂四周。2个铃铛飞出，照在断臂之上，将其彻底封印住。李元丰见势不对，二话不说，转身就逃。王林以古神肉身的速度，一下就出现在他身前，一拳将他打得鲜血直喷。李元丰双眼通红，散发出一丝疯狂的毁灭气息。老夫即便是死，也要拉你垫背！应变期自爆，李元丰，你这一爆之下，我大可撕开裂缝，一走了之。只不过整个雪域国却是都要为你陪葬，你找到的垫背之人不是我，而是整个雪域国。说罢，王林随手一抓，一道空间裂缝出现。李元丰眼露挣扎，他为人虽然自私，但毕竟出生在雪域国，对雪域国有着深入骨髓的感情。片刻后，他惨笑一声，放弃了自爆。曾牛，老夫败了，但此事与雪域国无关，你莫要赶尽杀绝。若你同意，老夫心甘情愿任你处置。
王林右手隔空一点，抽破之术化作一道灵光，印在他眉心。李元丰没有抵抗，他留恋地看了一眼四周，闭上了双眼。王林大手隔空一抓，一团紫金色的幽光飞出，他将其封印住，收入储物袋中。一代枭雄李元丰就此身亡。王林将那2个断臂也收好后，身形飞向半空，他的神识横扫整个雪域国，传出一道神念：从今天开始，雪域国不允许有化神以上修士存在，不允许有任何修真门派存在，否则我还会再来。生死轮回轴再次出现，10多道灰气钻入雪域国每一个化神修士体内，所有的化神修士瞬间被王林的意境封印，他们的额头上留下了一轻一重代表生死的2道痕迹，就像当年李元丰封印王林一般。曾牛与李元丰一战，传遍了整个朱雀星，也彻底坐实了曾牛因变旗下第一人，甚至很多人都确信曾牛的修为已然因变。而这一战之后，曾牛再次失踪。王林复仇的第一步，斩杀李元丰，他下一个目标便是巨魔族老祖。为了这一战更有把握，王林再次回到炼魂宗。遁天在闭关前便留了一个储物袋给王林，储物袋中只有1枚玉简和1杆魂幡，此魂幡乃是10亿尊魂幡的虚幻分幡。王林的神识在玉简上扫过，当即对着遁天闭关的血环深深地鞠了一躬。巨魔族的天赋神通之术皆详细地记录在玉简中，而10亿尊魂幡幻化出的分幡具备了主幡1/3的威力，且只能使用2次便会消散于天地。王林碰触魂幡的瞬间，元神从身体内延伸进魂幡之中，顿时一种好似置身于修罗地狱的感觉油然而生。以他的身体强度，仅仅被冲击一下便无法抵抗。炼魂宗那12个因变期的紫金魂魄对着王林深深一拜，一把3丈多高的虚幻魂幡出现在王林元神之前，操控了此幡便可真正的操控10亿尊魂幡。巨魔族老祖，你在劫难逃。